但玩家可以制作18种不同的星，每种星都有不同的效果，小到自动发射弓箭，速度提升，大到召唤龙息、召唤脑鬼、激活复活图腾等等，大部分的星都有非常不错的功能。那我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介绍。本期视频点赞过1万，我将会很快更新下一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从来不求村民的小包。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可玩性非常高的模组，很适合在生存中使用。不过收集制作方面有一点点复杂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用瞬间伤害药水加上发光第一，炼制一瓶心在滴血药水，然后将药水丢给任意敌对生物，并在药水时间内将该生物击败，它就有概率会掉落一个空的心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合成方式来制作拥有各种功能的星了，总共有9页合成表，也就是18种。咱们来依次介绍一下吧。大多数的星被触发是在这颗星被消耗之后，比如射箭星，就是我刚吃下的这一颗，从右往左数第3颗星。当玩家生命值栏的这颗射箭星刚好被破坏的时候，玩家的身上就会射出3支弓箭，可以射飞距离玩家最近的3个敌人，在受到围剿的时候被触发，效果非常好。烈焰星，它带着来自烈焰人的灼热，在被触发的时候可以让最近的4个敌人着火几秒钟。治愈星，白嫖党必备，在被破坏的时候会恢复2颗星，如果每次受到的伤害不超过1滴血，就可以实现一个无限续杯的效果。不过有5秒钟的冷却时间，被连续消耗的话就回不上来了。苦力怕星，触发了之后会发生一次爆炸，不过玩家和周围的生物会一起爆炸，属于是2败俱伤了，属于是。钻石星，在被破坏之前可以持续增加玩家的皮肤硬度，从而获得4点护甲值。这种星是被动触发的星，在被消耗之后反而就没有效果了。幻魔星，触发之后会生成脑鬼，这些脑鬼可以保护玩家，不过它并不能直接合成，我们需要通过把空的星丢给幻魔者来获得。金星有点像金苹果，触发之后可以获得伤害吸收的效果，在血量越低的时候触发，伤害吸收的效果就越强。像现在这个血量被触发，我们就可以获得8格的伤害吸收效果。烤肉星，触发之后会喂玩家一块已经烤好了的牛肉，从而恢复饱食度。这个搭配上前面的那颗治愈星，我们在血量高的时候就可以无限白嫖了。糖星，触发之后会获得速度2的效果。冰星，在触发之前会始终冻住玩家们的脚，我们直接看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不过脚确实会像在冰面上一样打滑，跑起来的速度贼快。铁星，触发之后会召唤一只铁傀儡，但是这个铁傀儡并不是属于我们的，如果我们主动攻击它的话，它还是会反击的。本来我还以为可以带它去占领村庄呢，这样就很没意思了。不过我们还可以利用它来收集铁锭啊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Nice。青金石星，在它没有被消耗的时候，如果玩家获得经验值，就可以恢复1点血量，但是有1秒钟的冷却时间。轻星可以用来防止坠落伤害，冷却时间60秒钟，从高处掉落快要挂了的时候就会被触发，像复活图腾一样非常帅，而且实际上血量是会被消耗了的，所有的星都会进入冷却状态。海洋星，生命值低于7颗星的时候才会生效，玩家可以获得超涌能量效果，超涌能量就是同时获得水下呼吸、水下速觉和水下视觉效果。药水星，吃了之后会获得一个玻璃的心，玩家可以先喝一瓶药水，然后药水会被储存在玻璃心里面，心被消耗之后，里面储存的药水就会被消耗，如果可以合理使用的话，应该还是挺不错的。图腾星，模组中最强大的星，在玩家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会触发，而且首先会寻找背包里面有没有复活图腾，如果有的话则会自动消耗这个图腾，消耗图腾的状态下会恢复15点生命值，只有10秒钟的冷却时间，而如果没有图腾则会恢复5点生命值，并且有高达150秒的冷却时间，属于是保命神器了，属于是。绿宝石星，作为和村民们交易的货币，它的作用和数字有关，当绿宝石星被触发，所有星的冷却时间会减少20%，这对于像复活图腾这种冷却时间150秒的就比较划算了。龙息星，受到伤害会在脚底产生龙息，并且是不会对玩家造成伤害那种，在群战中特别有用，制作的方法也不困难，不过通常要在击败了末影龙之后因为材料里面有紫松果。那么全部的星就介绍完了，这个星的排序和选择对最终效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早期没有考虑周到，把星的顺序吃错了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把空的星丢到火中，从而获得虚空之星，吃下之后可以去掉一个已经吃掉的星，或者在埋藏的宝藏中可以找到一个破碎的星，它可以把玩家吃过的星全部去掉，并且返还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排序，重新吃一遍了，这个就比较 nice 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模组的全部内容，模组名称为 Victors， 喜欢的话别忘了长按点赞，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